在上一期影片，我们简单介绍了 ChatGPT 这个功能强大的 AI 和如何开始使用 ChatGPT。还没有看过的伙伴们，可以关注我上一部影片哦。那么要如何向 ChatGPT 问问题，才能得到我们所想要的答案呢？本期影片我们将介绍如何向 ChatGPT 提出正确问题的方法技巧。大家好，我是蓝峰。影片开始前，请大家帮我点个赞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别忘了订阅我，支持我哦。在开始提问前，这里有一点要注意的是，因为 ChatGPT 原本的设置语言是英文，所以当你用中文提问问题时，它可能会用英文回答你，而不是中文。要避免这种情况的话，你可以在开头追加用中文回答，繁体中文或简体中文皆可，这样就可以保证 ChatGPT 用中文回答我们的问题。那么，让我们先讨论一下为什么正确提问问题很重要。当你提出问题时， ChatGPT 需要明确的知道你所想要的答案，否则它可能会回答你所不想要的，这样会浪费你的时间和他们的资源。另外，如果你没有提出清楚的问题的话， ChatGPT 也可能需要进一步追问，这样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和资源。所以，向 ChatGPT 提问问题的方式很重要，可以帮助你更有效地使用这个强大的人工智能 AI 工具。它所给的答案也会比较清晰、明确、具体，并且有效。那我们要如何正确的向 ChatGPT 提问问题呢？以下是一些技巧和方法。一、确定你的问题是什么。在提问之前，请先仔细思考你所遇到的问题是什么，确定你所想要的答案是什么。如果你不确定你的问题是什么，那么你所提出的问题可能会模糊不清，这样会使得回答者难以明确地回答你的问题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想问如何学好英语，你可以先问自己，你想要学好英语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旅游吗？还是为了升学或者工作需要？确定你所想要的答案是什么之后，再来提问会更有针对性。二、问清楚问题的内容。在提问时，请确定你的问题是具体明确的，这样才能使回答者更容易理解你的问题并给出正确的答案。如果你的问题太模糊或太抽象，回答者可能会无法理解你的问题或给出错误的答案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问我如何成为一个好老师，这个问题太模糊，因为好老师这个词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释。如果你能够更具体的说明你想要了解的是哪方面的好老师，比如如何掌握学生的注意力，如何设计课程，如何提高学生学习效果等等，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回答你的问题。三、避免使用含糊或主观的词语。避免使用含糊或主观的词语。使用含糊的词语可能会导致 ChatGPT 无法正确理解您的意图，从而给出不确定或不准确的回答。以下是一些应该避免使用含糊词语及其替代词。一、这个、那个。这些词语缺乏具体的指向，无法帮助 ChatGPT 确定您要问的是哪个事物。二、一些、有些、很多、大量。这些词语及量词不明确，无法告诉 ChatGPT 您要问的是多少。三、好、坏。这些词语过于主观，无法帮助 ChatGPT 确定您要问的是什么。四、有没有。这是一个双重问句，可能会让 ChatGPT 感到困惑。建议将其分成两个简单问句，或者使用其他方式表达您的问题。例如，以下是一个含糊的问题，请问有没有一些好的书可以推荐？这个问题中使用了含糊的词语一些和好，无法让 ChatGPT 确定您要问的是哪些书。替代的问题可以是，请问你能推荐几本关于自然语言处理的书籍吗？这个问题中使用了具体的名词，自然语言处理和数量词几本，更具体明确，可以帮助 ChatGPT 给出更准确的回答。四、提供上下文和相关讯息。在提问时，请确保你提供了足够的上下文和相关信息，这样 ChatGPT 才能更好地理解你的问题并给出正确的答案。如果你只提供了一个片段式的问题，那么 ChatGPT 可能误解或无法理解你的问题，因而给出不同、不完整或错误的答案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问什么是 Python，那么 ChatGPT 会给出 Python 的定义。但是如果你问我想学习 Python， 你有什么建议？这样 ChatGPT 会理解你正在寻求学习 Python 的建议，
所以要确保你的问题具有足够的上下文，以便 ChatGPT 能够理解你的问题背景。5. 用简单且清晰明确的语言提问。在提问时，请使用简单且清晰明确的语言，不要使用含糊不清或太过复杂的句子，或是难以理解的专业术语或缩写。ChatGPT 可能无法理解你的问题，给予正确的答案。例如，问什么是 AI？ 逼问人工智能是指在某些特定的背景下，以某种形式展现的一种智能行为吗？更能让 ChatGPT 理解你的问题并给出正确的答案。再举个例子，如果你问 ChatGPT 如何使用 SAS 进行数据分析，对于不熟悉 SAS 的人来说，这个问题可能难以理解。如果你能够更清晰地表达你的问题，比如我想使用 SAS 进行数据清洗和可视化，但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，那么 ChatGPT 就能更好地理解你的问题并给出正确的答案。根据以上，我们可以总结一下，正确提问问题对于得到正确的答案非常重要。确定你的问题具有明确的目标，提供相关的上下文和信息，使用简单且清晰明确的语言，这样可以帮助回答者更好地理解你的问题并给出正确的答案。下面总结一下提问问题的技巧。1. 确定你的问题具有明确的目标，可以用一句话总结你想要问什么。2. 避免问题过于笼统，提供具体的信息和背景。3. 提供上下文和相关信息，使回答者更好地理解你的问题。4. 使用简单清晰明确的语言，避免使用含糊不清或难以理解的术语或缩写。我们再来举一些事例，展示了如何使用这些技巧来提出良好的问题。1. 不好的问题，我想学编程，你能教我吗？好的问题，我想学习 Python 编程，你能提供一些学习资源或建议吗？ 2. 不好的问题，你有没有关于全球变暖的资料？好的问题，你能提供一些最近关于全球变暖的资料和报告吗？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，想更深入了解。3. 不好的问题，你对该公司的文化了解多少？好的问题，我正在申请该公司的职位，想知道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，你能给我提供一些相关信息或建议吗？另外，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，当你向 ChatGPT 提问问题时，请确保你的问题不违反道德或法律。ChatGPT 是一个强大的人工智能工具，但是它无法识别不当的问题或不当的行为。总而言之，提问问题是学习和沟通的基础。通过适当的问题提出方式，你可以获得更好的回答，并扩大自己的知识面。在问问题之前，请先思考你想问什么，为什么，怎么问。正确的提出问题可以帮助 ChatGPT 更好地回答你的问题，这样你就可以得到更有价值的答案，同时也可以帮助你更有效地解决你目前遇到的问题。希望这些技巧能帮助你更好地与 ChatGPT 进行交流，与学习到更多的知识。影片到这里结束，大家有什么看法都可以在留言区留言跟我分享哦。我是蓝峰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